有一种熬不完的煎熬，比整夜失眠还要磨人百倍。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好不容易熬到困意上头躺上床，刚睡熟没多久，小腹就传来胀胀的不适感，只能摸黑撑着身子起身跑厕所，一晚上3、4次，5、6次来回折腾都是常事。年纪越大，起夜次数只会越来越多。有的老人整整20年都困在这种循环里，每天夜里反复惊醒，天亮之后脑袋昏沉发胀，腿脚发软没力气，白天坐在沙发上都忍不住打瞌睡，出门遛弯走2步就累，连吃饭都提不起胃口，长期睡不好，心慌头晕，腿抽筋全都找上门。身边不少同龄人凑在一起聊天，10个人里8个人都在吐槽夜里频繁起夜的难处，试过各种土办法，却半点改善都没有，甚至越调理情况越糟糕。不少老人拿着记满各类偏方的本子四处找人请教，满心委屈地说自己已经足够克制。为什么夜里还是频繁醒？其实绝大多数中老年人都踩进了养护误区，拼命用错误方式消耗自己的身体，越努力夜尿的问题反而越严重。我姓李博，今年71岁，深耕中老年养生调理43年，一辈子专门研究中老年泌尿、睡眠、骨关节养护相关的日常调理办法，前后接待过12000多名被夜尿频繁困扰的中老年朋友，接触过各类民间偏方、电视养生偏方、网上流传的调理法子，见过太多老人盲目跟风调理，白白遭了好几年的罪。这么多年深耕一线调理，我总结出一个实打实的真相：90%以上夜尿多的中老年人，调理方向从根上就走错了。一味少喝水、戒水果、过度清淡饮食，只会持续加重膀胱敏感问题。今天我就把超市几块钱就能买到，不用吃药，不用花大价钱调理的简单办法完整讲清楚，不用复杂操作，普通人照着做就能减少起夜次数，慢慢睡整觉，不用整夜反复起身遭罪。前2年深秋，一位75岁的李阿姨专程来找我咨询。她家住城郊老旧小区，进门第一件事就从布包里掏出一本磨破封皮的笔记本，本子内页密密麻麻写满各类调理办法，每一条后面还标注着来源。电视养生节目、短视频博主、小区老姐妹分享的偏方全都记在上面。李阿姨红着眼眶跟我说，自己坚持本子上的调理方式整整半年，每天下午5点之后滴水不沾，晚餐只喝白粥，做菜不放盐，不放酱油、咖啡、茶水彻底戒掉，所有水果一口都不敢碰，睡前连续跑3次厕所排空膀胱。一开始好像稍微安稳2天，可坚持半个月之后，起夜次数反而翻倍，从前一晚只醒2次，半年调理过后每晚要醒4、5次，稍微躺一会儿膀胱就发胀，哪怕只有一点点尿液也憋不住必须起身。他疑惑自己严格遵守所有养生要求，为什么身体状况反而越来越差？其实问题根本不在李阿姨不够自律，而是她用的调理方法完全违背中老年身体运行规律。人上了年纪之后，体内体液储备就像一口年久缺水的老井，年轻的时候体内水分充足，肾脏代谢循环顺畅，少量缺水不会产生负担。可老年人体液本就匮乏，刻意长时间不喝水，体内留存的尿液会持续浓缩，尿液浓度变高之后刺激性大幅上升，
就好比洗衣服时水放太少，洗衣液没办法充分稀释，污渍越洗越顽固，高浓度尿液持续刺激膀胱内壁，膀胱会持续传递想要排尿的信号，哪怕尿液总量很少，身体也会产生强烈尿意。这就是刻意控水反而加重夜尿的核心原因。再说说极致清淡饮食的弊端，很多老人觉得少吃盐就能减少起夜，适量控盐确实对身体有益，但完全无盐。无微量元素的饮食会造成体内钾、镁元素大量缺失。膀胱本质是一块弹性肌肉，和我们小腿、肩膀肌肉。同理，一旦缺少钾、镁两种放松肌肉的关键养分，整块肌肉会长期紧绷僵硬，敏感度直线上升，体内储存少量尿液就会产生强烈坠胀感。就像汽车发动机机油耗尽，零件持续干涩卡顿，运转全程不舒服。长期缺钾缺镁，不仅夜里频繁起夜，还会伴随半夜小腿抽筋，浑身发酸发软。很多老人刻意戒掉全部水果，彻底切断钾镁摄入渠道，膀胱肌肉长期得不到养分滋养，自然没办法平稳运行。还有很多老人一刀切拒绝所有水果，觉得水果含水量高，吃了必然增加夜尿。可水果和水果之间差距极大，水分含量、营养成分天差地别，不能一概而论。之前还有一位72岁的张阿姨，每次吃完西瓜、哈密瓜这类汁水充沛的水果，当晚起夜次数直接翻倍。夏天晚饭过后吃一小块西瓜，夜里12点、2点、4点、5点接连醒4次，不吃这类瓜果时一晚只醒2次，他便认定所有水果都会加重夜尿，干脆彻底戒掉所有鲜果。可西瓜含水量高达 92%， 哈密瓜水分占比90%，一小块200克的西瓜内部清水含量接近180克，等同于一次性喝下一大杯温水。人体肾脏代谢水分需要2到3小时。傍晚吃下大量高水分瓜果，等到入睡时尿液已经大量堆积在膀胱，再加上中老年膀胱弹性大幅衰退，年轻时膀胱像厚实橡胶气球，具备充足延展性，300-400毫升尿液也能平稳容纳。年纪上涨后，膀胱内壁弹性流失，硬得像塑料水桶，没有拉伸空间，少量尿液就会填满腔体，产生强烈尿意。高水分瓜果搭配老化膀胱，双重叠加之下，夜里自然要反复跑厕所。这也是多数老人惧怕吃水果的根源。但并非所有水果都含水量超标，只要选对品种，不仅不会加重夜尿，还能舒缓膀胱肌肉，安稳夜间睡眠。今天要分享的核心调理好物就是普通香蕉，超市均价2-3块钱一根，成本极低，随手就能买到，不用熬煮，不用搭配复杂食材，掌握食用时间、成熟度、食用量，就能从根源缓解中老年夜尿频繁的问题。下面分4点通俗讲清楚香蕉调理夜尿的底层逻辑，全部用生活化比喻，一听就能明白。第一点，香蕉水分含量适中，不会给膀胱增添多余负担。西瓜水分 92%， 哈密瓜 90%， 普通梨子 88%， 香蕉水分仅 75%， 同样200克果肉，西瓜摄入184克水分，香蕉只摄入150克水分，
两者相差34克清水。对于弹性变差的塑料桶式膀胱，30多克水分差距足以决定夜间会不会多醒2-3次。少量水分不会快速充盈膀胱，自然减少半夜胀醒的概率。第二点，香蕉富含足量钾元素与镁元素，相当于整夜给膀胱肌肉做舒缓按摩。一根中等大小香蕉含400毫克钾，30毫克镁，两种养分专门放松全身平滑肌。膀胱属于平滑肌范畴，长期紧绷的膀胱肌肉补足钾镁之后，紧绷感会慢慢消散，敏感度持续降低。少量尿液不会立刻传递排尿信号，能延长憋尿时长，同时缓解半夜小腿抽筋、浑身僵硬发酸的问题。就像紧绷了一整天的肩膀，经过轻柔推拿之后彻底舒展，不再时刻紧绷难受。第三点，香蕉自带色氨酸，是身体天然的睡眠调和物质。色氨酸进入人体分2步转化，先生成血清素，也就是舒缓情绪的安心物质，平复老人睡前心慌、烦躁、胡思乱想的状态。等到深夜，血清素进一步转化为褪黑素。褪黑素是调节睡眠节律的关键物质，能够放缓心跳，降低神经敏感度，让大脑进入深度睡眠状态。膀胱神经也会随之变得迟钝。轻微尿意不会轻易惊醒熟睡的人，整套转化流程需要2到3小时。只要把控好吃香蕉的时间，刚好贴合夜间入睡节律。第四点，香蕉含有丰富维生素 B6， 充当转化褪黑素的辅助催化剂。色氨酸是制作睡眠物质的原材料，维生素 B6 就是运转原料的加工机器。缺少 B6， 再多色氨酸也没办法转化成褪黑素。香蕉同时兼备原材料与催化剂，不用额外搭配其他补品，单吃一种就能完成睡眠调理。综合来看，高水分瓜果只会增加膀胱储尿压力，香蕉却能做到低补水、补肌肉、舒缓养分、助眠安神3重作用。低成本、无操作门槛，适配绝大多数普通中老年群体。之前有78岁的王大爷被夜尿频繁困扰23年，每晚固定醒4次，长期睡不好导致头晕耳鸣、腿脚无力，出门散步走几百米就浑身疲惫。听闻香蕉调理办法之后，第一时间提出质疑，自己患有2型糖尿病，听说香蕉糖分偏高，担心吃完血糖飙升，不敢轻易尝试。我详细跟他讲解，一根中等香蕉糖分总量少于半碗白米饭，只要固定傍晚5点至6点食用，距离夜间睡觉间隔5小时以上，糖分能够缓慢代谢，不会造成血糖急剧升高。王大爷半信半疑，按照标准方法坚持食用，食用第3天就能明显感受到变化，当晚起夜次数缩减至2次，坚持3周之后专程上门道谢，手里提着2串香蕉，满脸笑意地说23年来第一次一晚只醒1次，睡醒之后头脑清爽，没有往日昏沉乏力的感觉，脸色红润有光泽，日常遛弯买菜都有劲，整个人精神状态焕然一新。很多糖尿病人怕糖分摄入超标的老人都存在香蕉升糖严重的认知误区，只要把控食用时间，单次食用量，完全不用担心血糖波动。王大爷的亲身经历也能印证，规范吃香蕉，
既能改善夜尿，也不会给血糖带来过重负担。除此之外，还有不少老人担心长期吃香蕉会加重肾脏负担。只要身体无严重肾病，正常单次1根的摄入量，钾元素含量完全在人体代谢承受范围内，不用过度焦虑。不少老人自行尝试吃香蕉之后反馈没有效果。去年一位76岁的蔡阿姨从外地赶来咨询，说自己坚持吃香蕉半个月，起夜次数半点没变。我仔细询问她的食用细节，发现每一步都踩中误区。第一，食用时间错误，她每天晚上9点之后才吃香蕉。色氨酸转化褪黑素需要2到3小时，9点进食，褪黑素生成时间已经到凌晨1、2点，多数人早已进入熟睡阶段，安神助尿的作用完全失效。第二，单次食用量超标，他一次吃2根香蕉，糖分、水分双重超标，肠胃消化负担加重，夜里反而容易腹胀起夜。第三，香蕉成熟度挑选失误，要么选通体全绿未成熟的香蕉，内部淀粉含量高，吃完胀气反酸；要么选表皮大面积发黑、果肉软烂过熟的香蕉，糖分浓度大幅上升，刺激血糖，同时加重身体代谢压力。第四，食用方式不当，大口快速吞咽，没有充分咀嚼，香蕉无法和唾液充分融合，营养吸收效率大打折扣，还额外搭配大量温水，变相增加体内水分，抵消低水分的优势。结合蔡阿姨踩中的所有误区，我整理出一套零门槛保姆级实操步骤，每一项标准清晰明确，拿到香蕉就能直接照着执行。第一，严格把控食用黄金时段，每日傍晚5点到6点，晚饭结束10分钟之内食用。这个时间段进食，8点左右身体生成血清素平复情绪，10点褪黑素稳定分泌，11点上床刚好进入安稳睡眠。下午3点前食用会导致傍晚提前犯困，打乱作息。晚上7点之后食用转化周期延后，失去调理效果。2个时间段都要避开。第二，固定单次食用数量，只吃1根中等大小香蕉，长度和成年人手掌持平，体型偏大，果肉厚实的香蕉只吃半根，严禁一次2根及以上。过量摄入糖分和钾镁，反而造成身体负担。第三，精准挑选成熟香蕉，优先选择表皮通体金黄，表面分布2到3枚浅褐色小斑点的果实。未成熟青香蕉淀粉难消化，容易腹胀。黑斑过多的过熟香蕉糖分超标，2类都不适合调理夜尿。第四，规范食用方式，小口细嚼慢咽，每一口咀嚼20次以上，充分混合唾液再吞咽。进食过程不搭配白开水、茶水，香蕉自带水分足够，额外补水会提升尿液总量。第五，进阶增效搭配，想要更快改善夜尿，缓解夜间抽筋，吃完香蕉10分钟之后，吃5到7颗原味无盐无糖杏仁，杏仁镁元素含量丰富，加倍舒缓膀胱。腿部肌肉切记不可多吃杏仁，过量油脂会加重肠胃负担，严格控制数量。蔡阿姨按照这套完整步骤重新调理，食用第3天起夜次数减少1半，坚持3周后1晚仅醒1次，多年频繁起夜的难题得到明显改善。下面给各位叔叔阿姨讲清楚特殊人群食用香蕉的安全提醒。
秉持严谨养生原则，不夸大调理效果。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务必谨慎对待。第一，糖尿病群体，血糖稳定，空腹血糖数值低于 7.8 的老人，每天傍晚1根标准香蕉完全可行。空腹血糖长期高于11点，血糖波动幅度大的人群不要自行食用，提前咨询主治医生，确认自身血糖耐受度再尝试。第二，肾脏疾病患者，慢性肾炎、肾功能衰退、透析人群，肾脏代谢钾元素能力不足，香蕉钾含量偏高，随意食用会造成体内钾堆积，引发心慌、乏力等不适，必须面诊肾科医师，遵从医嘱判断能否食用。第三，长期服用保钾类降压利尿剂的人群，药物本身会留存体内钾元素，叠加香蕉摄入容易出现钾超标，食用前和心内科医生沟通，调整食用量或暂停食用。第四，脾胃虚寒，常年腹泻的老人，香蕉性质偏润，单次食用后若出现拉肚子、小腹发凉，立刻停止食用，改用其他温和食补方式。第五，刚做完肠胃手术、消化道溃疡发作期人群，暂时不食用香蕉，避免刺激肠胃黏膜。以上提醒不是否定香蕉的调理作用，只是区分不同身体状况给出适配建议。养生调理永远安全第一。有基础慢性病不要盲目跟风，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再长期坚持规范吃香蕉，调理3个月之后，你会拥有完全不一样的晨起体验。清晨柔和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进卧室，暖意铺满床铺，你自然平稳睁开双眼，下意识回想整夜睡眠过程，才发现整晚只起夜1次，甚至一觉睡到天亮。抬手看床头钟表，早上6点半左右，没有深夜反复惊醒的疲惫感，脑袋轻盈通透，没有往日发胀发沉的不适感，四肢舒展有力，小腿没有僵硬抽筋的酸痛，慢慢坐起身，不会出现起身头晕、眼前发黑的情况，赤脚走到卫生间，排尿顺畅无坠，胀刺痛。洗漱完站在镜子前，能明显看出气色变好，面部不再浮肿苍白，眼神清亮有神。走到厨房，倒一杯温白开水慢慢喝下，站在窗边眺望户外风景，心里安稳舒畅，没有常年睡不好带来的烦躁压抑。吃完早饭出门散步，走1-2公里腿脚不酸不沉，碰到许久未见的老邻居，对方一眼就能看出你精神状态的变化，主动询问你调理身体的办法，不用再整夜被起夜折磨，不用白天萎靡不振，不用忌口各类水果委屈自己，简简单单一根香蕉就能重新拥有完整安稳的夜间睡眠。这不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是上万名坚持调理的中老年朋友亲身验证过的真实改变。很多人觉得年纪大了频繁起夜是必然现象，只能默默忍受煎熬。其实衰老不等于身体持续难受，只是没有找到顺应人体规律的温和调理方式。药补永远比不上温和食补，不用昂贵保健品，不用复杂理疗，超市平价香蕉就能解决困扰多年的睡眠排尿难题。最后把整篇内容浓缩成3个核心要点，方便大家牢记。第一，
中老年夜里频繁起夜，单纯是膀胱弹性衰退，肌肉缺钾镁，盲目控水饮食失衡导致，不是衰老带来的不可逆病痛。找对调理方法就能大幅缓解。第二，西瓜、哈密瓜等高水分瓜果，傍晚尽量少吃，水分过量会快速充盈老化膀胱，香蕉水分适中，同时补充放松肌肉。助眠安神的多重营养，是适配夜尿多老人的优选鲜果。第三，固定傍晚5点至6点吃一根带少量褐点的中等香蕉，细嚼慢咽，不额外喝水，搭配少量原味杏仁增效，长期坚持就能减少起夜次数，收获整觉睡眠。今天分享的调理方法操作简单，成本低廉，没有复杂门槛。屏幕前有夜尿频繁困扰的叔叔阿姨，今晚就能去超市选购香蕉尝试，连续坚持3天就能感受到身体细微变化，坚持1周形成稳定习惯，坚持3周改善效果肉眼可见，坚持3个月彻底告别整夜反复起夜的煎熬。如果你亲身实践之后感受到明显改善，不妨在评论区留下有效2字，你的真实反馈能够给其他饱受夜尿折磨的老人带去信心，让更多同龄人不用独自忍受痛苦。身边父母、老友同样存在夜里频繁起夜的问题，记得把这套完整调理方法转发分享给他们，一次简单转发就能帮助一位老人摆脱整夜难安的煎熬。40多年养生调理生涯，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各位中老年朋友不用靠药物忍耐身体不适，依靠日常简单食补安稳度过每一天。希望每一位长辈都能拥有整夜安稳睡眠，晨起精神饱满，日常散步、买菜、休闲都有充足气力，不受夜尿病痛拖累，舒舒服服安享晚年。